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明明都是袁冰妍饰演的女主，柳玲和玄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？这几个月来，古装剧也不少，神剧《相识楚君》以精美的特效和布景抢占了视野。两位一流的主演迪丽热巴和任嘉伦也为该剧送上了不少祝福。古装历史剧《山河月光》汇聚了众多戏剧人物，在高希希的指导下，难得有烟火气，收视率和人气都比较可观。而袁冰妍与郑业成的新剧《祝你好运》也登陆网络视频平台开播，两位高颜值的主演格外抢眼，而袁冰妍的表现可圈可点，这也不是她第一次出演古木偶了。2020年，她带着琉璃出圈，但她显然是袁冰妍饰演的女主。为什么柳玲和玄机的差距这么大？性格和感情线很不一样。琉璃中楚玄机的性格具有鲜明的两面性，一是她懵懂单纯，但她天生60不全，而且还有些傻，不仅让主人公无奈，也让观众懵了，错失。但另一方面，楚玄机是个性格强势的角色，杀戮果断，却被司凤的爱情所感动，也是一个成长中的女主。而祝你好运中的刘玲，则是极为少见的直球骨傀儡女主。当你遇到男主，一见钟情，就得拼命亲近，上演了一场颜值极高的女追男。但这两个角色最大的差距其实是感情线。楚玄机相爱了好几辈子，精致的心却是难以被触动。直到上一世，他才意识到自己终于被男主打动了，也看清了自己的内心。经历了种种波折和考验，妥妥的虐恋身。这样一来，刘玲就会开心很多。虽然她也是美貌豪门，母亲意外去世，她还有继母和继父，但至少感情线是顺畅的。虽然女主长得像花孔雀，天天跟着男主，人气不是很高，但其实男主从小就对她动了心，这种仙女爱情真的是必须的。当然，在古代木偶中，重在感情线的刻画，那么戏的对象也是很重要的。琉璃男主程毅是个很有大气感的帅哥，尤其是战损妆容极其脆弱。倒是祝清好的男主郑业成是个标准的浓颜系美男，浓眉大眼，长相存在感特别高，两人从长相来说就是各有千秋。从女主的设定上来说，郑业成饰演的沈燕占尽了便宜，因为女主一直都是围着他转，各种穷追猛打，还有甜蜜互动，而程毅在剧里演的司凤一直都是被虐，情伤身上也受伤，格外让人心疼。不过琉璃结束后也发生了抓马事件，就是在云歌会上男女主站在一起，但中间却隔着一条银河。袁冰妍痛哭着拿纸巾擦眼泪，旁边的人小心安抚，另一边的程毅岿然不动，仿佛被束缚住了手脚，脸色也有些僵硬，一下子就成了 CP 史上的败笔，被各路新 CP 当作反面教材。这次在新剧里，袁冰妍和郑业成还是比较有 CP 感的，加上人设加持，也是分分钟令人磕得上头，希望不会出现类似的尴尬事情。造型和演技反差感强，不过说到底，把角色演出来还是袁冰妍自己的功劳比较大。从造型来说，袁冰妍在琉璃里最有特色的就是两边发髻，但到了新剧里全都改动，半扎起头发，配上华丽的冠饰，一下子就把郡主的气度给拿捏了。而琉璃里面的楚玄机对演技的考验不算太大，但注重的是一种反差感。初期的楚玄机双眼灵动，各种皱眉撅嘴的小动作都显得其格外俏皮，眼神里也有着懵懂和无措的感觉，情绪的流露比较细腻。后期，袁冰妍在剧中的爆发力也不错。看到司凤的伤势，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顿时泪流满面。她的眼里满是悲伤和无奈，情绪的表达很简单。不过网上也有传言说，袁冰妍在片场有好几支眼药水配合哭戏，不过按照她的水平，应该是不需要的，估计都是白费。新剧中，袁冰妍演技提升，饰演的公主傲娇。她和阿姨在节目中的眼神里充满了轻蔑和倔强，情绪表现得相当不错。
男主录的方式也很俏皮，他的表情和他的行动之间有一定的挑衅。他有些放松，但他的目光并没有漫不经心。长相有戏，追男主的时候总有一种必胜的冲动，演戏平顺从容。